，Ma'am，看 E3 摄像机。调阅摄像机画面。他在限制区干什么呢？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。行动室呼叫 FRT2 Alpha。4 Delta 区附近有个身份不明的男子，请到那里确认这件事。Over。Roger， 现在到有关位置。先生，你还好吗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听得懂英语吗？懂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Maruf。先生，请跟我们来，不准在这儿。请你把右手拇指放在屏幕上。你之前告诉警方你叫 Maruf Al Mamun， 这名字对吗 ？Mr. Maruf， 你身上有护照吗？你干嘛在长堤的管道之间行走？我想回去我的国家孟加拉。我在马来西亚的朋友说他会协助我回家。警方发现你的时候，你的衣服全湿了，为什么？我要游泳到马来西亚。我在乌兰公园那里看到了马来西亚，但是它在很远的地方，所以我游到长堤那儿，这样就可以走到马来西亚。为什么你要从马来西亚回去孟加拉 ？Mr. Maruf， 我身上没有护照。你的护照在哪里？我本来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，后来我逃走了，他们扣着我的护照。我一直没有护照，偷偷的住在新加坡。队员们，乌兰关卡通报了一起试图从长堤非法离境的案件。他叫 Maruf Al Mamun， 他从孟加拉来到新加坡，在昌宁建筑公司担任焊工。在3年前，雇主通报他失踪了。关卡人员昨天发现他在长堤游荡。他要去哪里？他显然企图到马来西亚，这样他就能回家。他独自一人吗？这就是我要查的。乌兰关卡人员已经在附近地区搜索其他嫌犯。警察海岸卫队也协助搜索，没任何发现。Dinesh， 艾琳，我要你们查看闭路电视录像，希望找到 Maruf 怎么到达长堤的线索。也是。好的。但是我不喜欢在那里做工，我又不能辞职，所以我只好逃跑了。你从昌宁建筑公司逃走之后，一直在做什么呢？我到不同的公司去打工，他们给我现金。你什么时候决定逃到马来西亚？在3天前，我去了乌兰公园，从那里可以看到马来西亚。我想我可以游到那里去。为什么等到昨晚才行动？干嘛不在3天前这么做？当时有太多人在那里，我心里很害怕，担心有人看到我。就算你过后再去，还是可能会有人看到你的，对吗？但是在那天晚上没有其他人。当时我穿着牛仔裤，所以我把裤子当成绳子用。
后，我到达场地的时候就爬上岸。我想，如果我走到那里，这会比较快。当时几点？我朋友说是10点。你的朋友 ，Mr. Maruf， 有人协助你离开新加坡吗？有的。当时有几个人帮你？2个，但是我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，他名字叫 Sharif， 他带来了另一个朋友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他们帮我把风，确保没有人在那里。你有 Sharif 的号码吗？我的手机掉进海里，所以丢失了他的号码。我也不记得他的号码了。你是怎么认识 Sharif？ 我是在以前工作的地方遇到他的。他和我一样，从孟加拉来这里做工。Sharif 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事实证明 ，Maruf 确实有2个同谋，但是他声称只知道其中一人的名字 Sharif。我对他进行搜索，至少有3000个 Sharif 持工作准证。你们有线索吗？我发现 Maruf 除了鱼鳍逗留，他并没有其他前科。他提到的牛仔裤也在雾兰公园找到。我们调阅了所有的监控录像，但是没有任何发现。看来 Sharif 是唯一线索。Maruf 说他们曾经在同个公司工作过。是昌宁建筑公司？是的，我们去那里走一趟，看他们有没有 Sharif 和 Maruf 的信息。Mr. Faiz， 感谢你在短时间内跟我们见面。没问题，我查过了，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员工叫 Sharif 或者 Maruf。好的，你能查一下你的前雇员名单吗？可以，但我需要一些时间再看一遍。谢谢你 ，Mr. Faiz。如果有更多线索，请通知我们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我会的。Maruf 的前公司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复我们，要找 Sharif 的线索得靠他们。Sir， 我查了 Maruf 的资料，他曾住在有诺市联路宿舍。如果他和 Sharif 一起工作过，也许以前都住那里。有可能。我们走。那么这些住户都叫 Sharif？ 是的，在这里 Sharif 是个很常见的名字。这包括以前的住户吗？没有，但是我也可以帮你查一下。谢谢。你可以给我一份他们的室友名单吗？可以。你们有没有记录住户进出的时间？有的，住户进出闸门都会用卡登入或登出，我有他们的记录。能帮我们找出他们过去3天进出闸门的记录吗？好的，我会准备相关报告，准备好之后就发送给你。真是太好了啊！我们查了昌宁建筑公司和有诺市联路宿舍发来的记录，但昌宁建筑公司扫描了所有的记录，所以我们得亲自核对。有个人在2份名单上出现，他是 Mia Sharif， 他是有诺市联路宿舍的前住户，也是昌宁建筑公司的前雇员。Sharif 几年前持工作准证从孟加拉来这里，在几家不同的公司工作过。他目前在哪里工作和住宿？在成发工程公司工作，但我们没有他住宿地点的最新记录。我们去查一下。是的，有一个叫 Mia Sharif 的在这里工作，他请了2天假，现在不在这里。他后天会回来。他现在在哪里？很可能是在宿舍里。他目前住在马西岭科工宿舍那里。你知道他的好友是谁吗？他经常跟另外一个工人在一起，他叫 Joel。很好，把他的资料发给我。Joel 住在哪里？他也住在马西岭科工宿舍。把他们过去3天行动记录发给我吧。好的。既然知道 Sharif 住在哪里，我们就去马西岭科工宿舍看 Sharif 的行动记录，看他们跟 Maruf 非法离开新加坡的时间吻合吗？我通知他们，我们在路上。我已经查出 Mia Sharif 和 Joel 的行动记录，刚发送给你了。谢谢。那 Maruf Al Mamun 呢？
没有他现在住在这里的记录，以前也没有。我早前跟 Maruf 谈，他证实 Mia Sharif 和 Joel 那天晚上帮了他。你可以指认 Mia Sharif 吗？那他的朋友 Joel 呢？宿舍行动记录显示 ，Maruf 企图非法离境当晚 ，Sharif 和 Joel 在下午6点39分回到宿舍，然后 Sharif 晚上7点16分离开 ，Joel 晚上8点55分离开，但他们都在晚上11点52分回来。他们的时间吻合。Maruf 说他大约10点在雾兰公园，关卡人员晚上10点50分抓到他。我在数据库查了 Sharif 的资料，他没有前科，已经确认他来自孟加拉，持有工作准证。那我们找到嫌犯了，我会请警方协助逮捕他们。我是调查员，我姓李，我来自雾兰警署。你是 Mia Sharif， 你是 Joel。你们因为教唆他人非法离境而被捕，铐上。我和 Maruf 以前在昌宁建筑公司工作，我们也曾一起住在尤诺市联路宿舍。但是 Sir， 他过后离开公司，我是在几天前才偶然跟他联络上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Hello Maruf， 出了什么事啊？我需要回孟加拉，但是我没有护照，因为我从公司逃走了。我需要你的帮助才能回去孟加拉。你没有护照怎么能回去呢？我有一个朋友在马来西亚，他叫我到新山去，到时有人会帮助我回到孟加拉。没有护照，你要怎么到那里去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去关卡，警察就会抓我的，所以我会游泳过去。到时我需要有人帮我把风，你能帮我吗？好吧，兄弟，我会帮你。兄弟，非常感谢你帮忙我。哎，没问题。我以前来过这里，我想要游过去那里，然后走去马来西亚。但是，我需要你帮忙我把风，好吗？但是我一次只能看一个方向，我们需要帮手。我们至少需要多一个人来把风，还得找个人。好吧，别担心，我会帮你的。来，我们去喝点酒，会有办法的啦。那晚我去了一家咖啡店，在那里我遇到了 Sharif， 还有他的朋友。这个时间就是这么多人。哎，Joel，哎，Joel， 这位是 Maruf， 我的老朋友 Maruf，Joel。Joel， 你等一下要去哪里？我要回去科工宿舍。怎么了？你能帮忙一个兄弟吗 ？Sharif， 没事的，我们可以相信他。告诉我，要我怎么帮忙 ？Joel，Maruf 也来自孟加拉，他想从雾兰公园那里游到马来西亚，然后他将从那里回去孟加拉。你买张机票飞回国嘛？我身上没有护照。为什么？我从我公司逃出来。哦，你如果买机票，警方就会抓你。是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帮忙他就会触犯法律？知道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？
这里没有梯子，我想干脆跳下去。对，这么做很危险，最好是爬下去。但怎么下去？也许可以用绳子什么的。哦，我可以用我的牛仔裤，穿着它很难游泳。快，你们帮我把风。现在没有人，快走！快点 ，Maruf！ 要小心。你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吗？要是出了差错 ，Marv 可能会受伤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只是想帮下我的兄弟，Sir。不但这样，就算你只想帮朋友，你这样做也是违法的。在刚才看到的翻脸片段中，一名虞姬居留者铤而走险，企图非法离开新加坡。由于移民与关卡局人员反应快速和坚定的决心，加上跟新加坡警察部队紧密合作，因此所有涉案嫌犯都迅速落网。移民与关卡局严肃看待企图非法潜入或离开新加坡的行为。根据移民法，虞姬拘留或非法入境的刑罚是长达6个月监禁和至少3下鞭刑，而非法离境的刑罚则高达1000元罚款，长达6个月监禁或两者兼施。我国边境是我们保卫新加坡的第一道防线。移民与关卡局将继续在关卡对旅客、交通工具和货物进行安全检查，以阻止任何人企图将不准入境者、违禁品以及禁止和违反安全的物品托运到新加坡。任何人如果有关于触犯移民法的信息，可以通过移民与关卡局反馈表格呈报。该表格可在移民与关卡局网站上找到，网址是 www.ica.gov.sg/contact us。你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会严加保密。如果你目睹任何可疑或非法行为，请拨警方热线1800-255-0000。非紧急情况，公众可以通过新加坡警察部队电子服务网站 www.police.gov.sg/eservices 呈报。遇到紧急事件需要警方协助的公众，应该立刻拨打999。骗子也不断改变策略来诈骗潜在的受害者。以下是一名著名艺人，他碰到一起技术资源骗局，骗子冒充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资源人员。2020年还在疫情当中呢，我在拍戏，然后在拍戏的一天下午，我就收到了一通电话，是一个互联网提供商打来的，他就跟我说，你现在能不能够找到一台电脑？因为要在你这个电脑上面做一些事情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你的这个互联网就会受到影响，可能会被切断。那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并不是这个互联网提供商的用户。那我也这么跟他说，他就回答我说，我们这个互联网提供商呢是提供互联网给所有其他的商家，所以没有关系。那我觉得很可疑，我就跟他拿了一个联络号码还有姓名，以便我去确认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事情。我就决定打电话给这个互联网提供商的官方客户热线确认这件事。那接听员就跟我说，他们没有这个互联网会被切断的这个事情，而且我所提供的这个联络号码还有姓名是假的。那接听员也提供了我一个反诈骗咨询热线，建议我举报这件事。那我也照做了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也在我的社交媒体上面分享，希望多点人会知道，也避免他们受骗。现在的诈骗手法呢是越来越变化多端，技术也越来越高超，所以我们可能很难可以察觉得到。不过我发现呢，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针对我们人们恐惧的心理。那这种恐惧可能是担心自己受到法律的制裁啊，或者是家人朋友受害，也可能是金钱的损失，或者是给生活带来的一些不便。不过，当我们收到这类的
电话或者是简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更加的要谨慎，而且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跟家人朋友讨论啊，确认一下这个电话或者是简讯的来源。总之就是不要马上做出反应，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避免自己掉入这个诈骗的陷阱，还有一些不必要的损失。从2022年1月份以来，假冒中国官员的诈骗案一直层出不穷，至少有277名无辜受害者上当，损失金额至少达到3030万元。通常受害者会接到据称来自政府机构的录音电话，接着骗徒就把电话转接给一位所谓的警察。骗徒告诉受害者，他们因为涉及洗钱活动，正在接受调查，并指示他们提供他们的个人资料和银行户头资料，开设银行户头进行转账，作为警方调查之用。跟不明人士见面，把假文件交给对方，或收取假文件，每天向骗徒汇报自己的行踪，并对调查工作保密。当他们的银行户头出现未经授权的交易，或骗徒没有履行承诺退钱给他们时，受害者才意识到自己受骗。因此，为了避免成为受害者，请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提示：海外执法机构没有权利在新加坡展开行动逮捕任何人，或者要求公众协助任何形式的调查工作。如果你突然接到前面有加符号的电话时，要很小心，这可能是个骗局。千万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新 Pass、银行户头的登录资料和一次性密码。本地政府机构不会要求你付款、转账或通过电话提供个人详细资料。他们也不会通过自动语音机器这么做。保持警惕对预防诈骗案至关重要。你只需要花几分钟时间仔细查看那些可疑的请求。如果要寻求意见，请拨打反诈骗咨询热线1800-722-6688，或浏览 www.scamalert.sg， 携手合作，阻止诈骗案的发生，和协助更多人避免成为受害者。这一集的神之依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徐兆荣警监。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